我要在孩子的耳朵里灌多少中文输入量，才会让这些中文从他的嘴巴里跑出来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大难题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跟你一起讨论在海外如何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的 Masugi。多少中文输入量才够？这个问题跟孩子吃多少才会饱一样，没办法回答。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，有的孩子吃1碗饭就饱了，有的孩子吃了3碗还喊饿。无论专家的建议如何有科学根据，也抵不过你的孩子自己的生理感受。中文输入量也是一样，在同一个中文班待了同一样的时长，跟着同一个老师，听着同样数量的中文输入，有的学生能够用中文对答如流，有的学生连听得懂都很费劲。虽然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孩子吃多了可能会吃饱。同样的道理，孩子中文听多了，也有可能会习得这门语言。孩子的中文输入量和孩子的中文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就用毛巾和水来演示一下这个关系。在这里我有一条毛巾，分别有1勺水、1杯水，还有1桶水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把1勺水倒进毛巾里。毛巾吸收完水分之后，完全没变化。我用力去挤它，1滴水都挤不出来。这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当孩子听到的中文输入量极少的时候，请不要奢望他能听得懂中文，或者能说出中文来。我碰到有些家长平时不怎么耐心跟孩子讲中文，但是却因为孩子听不懂而烦躁，因为孩子不说中文而生气，但是却没有去认真思考过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。说句公道话，用力挤和用力拧毛巾对毛巾非常的不友好。当孩子听到极少的中文，却被要求能听懂、能说，这个过程会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，而且还会对中文产生恐惧和抵触，破坏亲子关系。如果只能提供1勺水的量，却不满足1勺水的效果，那还是把这勺水省下来比较好。接下来，当我把1杯水倒进毛巾里的时候，毛巾慢慢的吸收了水分，但是呢，水分又没有自主的流出来。等它吸收完之后，毛巾好湿润啊。如果我轻轻一挤压的话，毛巾就滴出了水来。这说明了一个普遍的现象：孩子能听懂我的说话，但是他不会自主的用中文去表达他自己。如果我硬性的去要求他用力挤一挤的话，还是能挤出几句中文来。我相信这一个现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就是父母用中文，孩子用英文的对话模式。就像在美剧《Fresh Off the Boat》里面，家里奶奶用中文，孩子用英文的对话模式，相当的诡异，但是又天衣无缝。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我们华人家庭，很多移民家庭的第2语言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我们的孩子在英语国家长大，英语才是他们的母语，我们的中文只能在夹缝求生，因此出现父母用中文，孩子用英文的对话模式，一点都不奇怪。最后，我把毛巾沉浸在这1桶水里面，好重。当我把毛巾拿出来，毛巾完全湿透了，还不停地滴出水来。这就说明了一个现象：当孩子的中文输入量非常充足的时候，他不仅能听懂，而且能很自如地用中文来表达自己，不用大人的参与，他也能够很自信地使用中文。这是孩子习得第2语言最佳的状况，也是我们每个培养双语儿童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
只是准备这桶水相当的困难，在海外寻找中文环境，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一样啊。好了，希望通过这个非常幼稚的演示，让你看到了中文输入量和中文水平的直接关系。反过来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孩子中文水平的期待，提供相应的中文输入量。如果你觉得孩子只要熟悉一下这个语言就好了，那你就偶尔跟他说几个中文单词。如果你觉得孩子听懂就好了，那你就顺着生活的需求，被动的跟他使用中文就好了。那如果你想要孩子不仅听得懂，还要很自如的去用中文表达，那就要很主动的在干旱的沙漠里建造一个水源充足的中文环境，让孩子沉浸在中文的语境里。道理我是解释清楚了，但是当答案不确定的时候，家长包括我自己也会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。够了吗？好像还不够。够了吗？好像还不够。够了吗？糟糕了，他开始讲英文了，那肯定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的建议是，就假装自己给孩子准备食物，我不知道孩子有多饿，也不知道他最终会吃多少，那我就多准备一点吧。好消息是，食物准备多了会造成浪费，但是中文输入量准备多了，多出来的部分会从他的小嘴巴里跑出来。上一期视频如何增加孩子的中文输入量，我介绍了一些方式方法，记得回头去看哦。喜欢这期视频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